明印仙子。寿华判宫尊者要见你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时熏婆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不是说带我见尊者吗？他人呢？我已经见到你了。寿华判宫的尊者，天机公主，还不快跪下！你这我也没法跪呀。公主，你帮我来所谓何事啊？名义是吗？我是。本公主命令你离开季伯宰，只要你肯走，这些财宝都归你。本公主还赠予你1000两福泽，怎么样？这何必犹豫呢？你想清楚。若你肯离开吉星渊，立刻就能获得这些东西。季伯宰的风流债呀！哦，或是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，本公主一一为你安排。我想要黄粱梦也没有啊。若是你执意不肯离开季伯宰，那你今天可就得命陨于此了。本公主也不喜欢见血，但无奈季伯宰对你实在特殊，留下你不行。对，公主好商量，离开季伯宰也不是不行。公主，你一定觉得我会这么说吧？诚然，一个男人和这些无尽的财富，甚至性命相比，也没那么珍贵。但是，自从季伯宰把我从花月夜那个魔窟救出来之后，我就彻底爱上了他。眼下我对他是一往情深，至死不渝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就死了吧，还能减少些麻烦。小云，动手！第一次拿刀吧，手别疼。来，小样儿，我都看见你了，赶紧来救我呀！季伯宰，公主何必吓唬他呢？大人，别怕。天机公主，即便是你，也不能为难我的人吧？还请公主不要拆散我们。季仙君当真决定要维护他了。天机公主，你我之间只是公平交易，不涉其他。我先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若是父君一定要为季仙君和本公主赐婚，季仙君还敢抗旨吗？神君常年昏睡不起，寒风君如日中天。如今这吉星宫从上到下，怕是都以寒风君为尊了吧？在下不才，也算是个新贵。旧日的公主与新晋升的贵客，你说，
韩风君会让你成功的拿到这份旨意吗？季伯载，你不要忘了，是本公主让你摆脱罪囚身份的。是，公主的确与我有恩，但本罪囚并不会以姻缘相报。我想，对于公主来说，一个能赢下青云大会的斗者，总比找到一个王女夫更重要吧？你说呢？当然，还请季仙君加持。人我现在走了，烦请公主记住，若是有人再敢为难我的名义，即便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一样杀了。公主，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他对我什么态度、什么感情都不重要。目前看起来，他还没有投靠叔父那边，这就够了。严兄这会儿造访，是有何事啊？姬兄有所不知，昨夜司泮堂遭了贼，我奉命例行调查，叨扰了。司泮堂遭贼，与乌龟海何干啊？更何况，不是有新任司泮官吗？真是够拿耗子。谁是这只耗子？那谁是狗啊？那盗贼不仅偷拿了财宝，还拿了韩风君宴席上展示的那幅仙子画像，为那不值钱的玩意儿，挨了一道噬灵剑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司泮命我彻查昨夜在宴会上见过那幅画的所有人，我不过一介小医仙，何敢不从？查。验伤法器，给我们姬兄带上。这下就能证明我没有中什么噬灵剑了吧？自然，那本就是无稽之谈。成，你能交差就行，我回去了。姬兄留步，宴会同席者，怕是还有名义仙子未曾寿宴。严兄这是早起失神，开始胡言乱语了，竟会相信一个小仙子能随意进出司泮堂？姬兄有所不知，司泮堂正门的法阵，昨夜被人强行破除，在未修复之前，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。所以，即便是身无灵脉的仙子，司徒仙君也不许放过。怎么有人一大早就耽误我好事儿啊？不是说让你去房里等我吗？你怎么过来了？人家等了你半天都没回来，人家等着急了吗？哎，急什么呀？名义仙子来的倒是巧啊。严仙君起得也挺早啊，难怪严仙君孤家寡人的，当然不知有些事儿是不能被打扰的。严仙君有什么要验的，赶紧验吧，别耽误我正事了。这是验伤法器，中了噬灵剑会承受噬骨之痛，若没有中剑，便不会有任何感觉。
要验就验，验完拉倒。紧张什么？逗你们玩呢。怎么，我还真能闯4盘堂不成？闹够了没有？验到明年青云大会够不够？你不如回去直接告诉你真正的主子，直接栽赃我，更容易实现你的目的。冒犯了。酸死了。我们回去。下次晚点来。颜笑果然连我都要查。你怎么样？大人，我真没事儿。多亏你提前帮我用法术隐藏住伤口，颜笑他们又看不出来，只能拿那个破法器来验我。我多厉害，我一扛就扛住了。喂。明夜，明夜，明夜，没事，一根失灵剑，一次法器验伤而已。以前哪次打青云大会伤的不比这厉害呀？鸡波仔这个小王八蛋，竟然顺应让我去试4盘堂的机关，这心多狠呐！哎呀，不过能用这么一点小小的代价换得鸡波仔对我的信任，还是挺值的。虽然这次受伤让你离黄粱梦更近了，但下次不许这么干了。有人来了，快脱，快脱起来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知道不晕了，我自己也能涂的。大人，等可以说。
怎么了？之前每次受伤，再疼都不许抱怨。第一次有人这么跟我说。你在花月也受苦了，以后你不用再回去了。大人这用的什么药啊？静一下没那么疼了。镇血丹。镇血丹，这么珍贵的药材，你下血本了？别动。多着罪兮邻里，大人不必为我。你是因为我受的伤，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吧？怎么了？这样有反事？我饿了。瑶光山太子明宪从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为瑶光山连胜7年。从小我就用法术女扮男装，在外人眼中我是个男子，他们都说我是河虚最能打的战神，说我是英雄。我哪是什么英雄，不过是一时一刻都不敢松懈罢了。因为赢得福泽是我的使命，自记事起，我就被要求只能赢，必须赢，一直赢。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为什么不出招？他们都不见了，输给体型人吧。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极星渊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，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
输了，就上这么多啊！是啊，这个都没有吗？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盛，是为上境；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说了还有脸出来？就是，都怪他，怎么有脸呢？就是，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瑶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石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一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，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
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季伯宰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宰？不，仙君。季伯宰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，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仙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仙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宰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哼！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宪打快了点。你。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
哎，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贤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贤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贤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朵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七瓣全部掉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宰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渊找季伯宰，处理完追兵，师父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宰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寒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！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。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宰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寒风君对我的乌龟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寒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将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无归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静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县君带回去正好，正好，这是对呀。且慢，
诸位，我吴归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三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？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、鳄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极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极仙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都说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极仙君，难道是极仙君看不上他呢？那两位仙子这么了解极仙君，肯定选他们啊。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两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喽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寒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引了出玉清姑宗，就睡了跟我回乌龟海吧。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，辛苦了。西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
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渊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。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是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？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没事吧？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，这么厚结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。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。
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说是……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。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你小子！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，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但是吧，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用灵脉吗？万一离恨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，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明义以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这衣服怎么就这么几层？不修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仔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禁足结界破了。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让你夸夸李仙君，你说人家的头是6境最大真牛，我看是你让我头大。
说，能不能干好？啊，那干不好就给我滚！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在这儿等我。是。回来了，大人，饿不饿？我做了葱油饼，可香了。我们花月夜的房主福月就跟我说，想留住男人的心呢，就得勤快又贤惠，所以我就想，看男友厨房，给你做个早饭。葱油饼，你前面就是在做这个？葱油饼啊，是我这世上最爱吃的食物，也不知道大人喜不喜欢。那你怎么也不来寻我呢？大人担忧我的安危，不让我出门，那我总得想着为大人做点什么吧？啊，大人，难不成想我啦？自然是想你的。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这才刚起呢。正好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大人，难不成想在这儿？这多不合适啊！你似乎……哼，你咬我？这不是良辰吉日，大人这样影响灵修的。大人有慧根，要保重身体。什么对我一片真心，结果却是如此扫兴。既如此，你就回去吧。我这儿不留你这般乏味的仙子。大人，荀婆婆。大人，主上，送她回花月夜。是。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别把我送回花月夜。我若是回去了，福月房主定觉得我是个没用的，会折磨死我的。我的武圣，与我何干？大人，大人，我从小家境贫苦，我父母双亡，我在花月夜我都是度日如年，我只求大人给我个容身之所，我求您了。讲完了，故事也是如此寻常，更无趣了。大人，你留我就是留一条命呢！你怎么这么为的报答大人，在所不惜，赶倒徒弟！大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！
婆婆，大人他是真的误会了。我不是不想，我就是单纯没准备好。大人就这么心急，立刻把我送回花月夜，他就这么能哭情？大人这么一把我送回花月，我倒大霉了，婆婆。我求求你，婆婆，你行行好，你劝劝他。他若是腻了，我留下来当个仆从也行。我当你仆从吧，婆婆。你说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哦。行，就这么把我送回去了。大人身边无人，肯定还会有人再安排仙子到他身边。婆婆，你可得好好把把关，我是真担心大人呐，你。而且，靠你了。设法告诉木器柏的人，季伯仔把我送返花月夜了。哟，都到这么早，就差我了，怪我了。我去那个花月夜看了会儿热闹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就昨夜，那个季伯仔季仙君从花月夜带回去那个小仙子，还记得吧？记得。你说他不知道怎么着得罪了咱这位吉星园新贵，今儿一早就被人给扔回去了。扔回去了？要不就说季仙君这新鲜劲儿啊都不隔夜，带回家1日，哎呦，这经历未免也太有限了吧？真的假的？季伯仔把人给送回去了？是啊，那福月房主现在还让人家擦地呢，好可怜呀！从南擦到北，从东擦到西，来回去擦都不让人家停。哎，你说说这福月房主他怎么心这么狠呢？哦，还有这种事儿？是。既然那仙子已被送回了花月夜，此时便是我们再次送人的好时机。青云大会之后，本君几番向季伯仔示好，他都未曾有过回应。我倒想要看看，他这次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我。只要能将人送入无归海，那么在外人眼中，季伯仔和我那侄女之间的结盟就不算太稳固。属下明白了。主上，明义已经被送回花月夜，现在正在受福月房主惩罚。那法术结界被破之事，回去了就行。乌龟海四处都是眼线，有嫌疑的也不止他一个，正好找个理由将他送走。眼下最重要的，还是拿到剑叶草。逐水灵州赢下了青云大会，莽福林沼落败，进献的贡品中就有几处。明日你便前去一趟。是。不休。逐水灵州功法邪门，你切记保全自身。无碍，他们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双我杀一个。主上，来了一双女子，严啸仙君带来的。我来。先别杀。季仙君，在下受寒风君之命，再送2位仙子入府。你这偌大的院子也没有一个侍婢，总不像话。谁说没人陪我？昨夜我不是刚带回来一个？可我听说，那仙子已被季仙君送回了花月夜。哼！既然昨夜那仙子伺候的不好，遣回去也是应该的。但这2位仙士，可是寒风君特意为季兄挑选的。季兄贵为首席战客，身边总该……连兄当真听说明义回花月夜了？是啊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明义早上跟我闹别扭，离家出走了。我本想着装作无事，别像个毛头小子一样，为了一个小仙子就乱了阵脚，竟没想到闹出如此误会，真是让人笑话。但说到底，关心则乱。我实在是着急找他，先失陪了。
心儿，这是母妃亲手为你做的栗子糕，快尝尝，好吃吗？不错。自从明宪输了比赛，私自逃离瑶光山之后，君上便不会给君后再留情面了。心儿，我这个做母亲的，总算有机会为你铺路了。儿子已派人拿追击镜遍寻六境，一旦发现明宪踪迹，即可拿下。只要能让明宪死在外面，群龙无首，那下一届青云大会前，傅娟定然会确立新的太子的。眼细点儿，手快点儿。灵力这么弱，别人 biu 一下就擦完了，你搞半天，还有胆子得罪季仙君，我花月夜的招牌都快被你毁了。真不知道当初我怎么就心软，把你这个废物给招进来了。我因为你心软嘛，你最好了。贺公子呢？走了？还说呢，这地呀，别再擦了。他那一脚高一脚低的人，今天都打滑好几回了，特别不开心，害得我给他多唱了好几支曲呢。哎呦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心疼我？我怎么就不心疼你了呢？那你还让人家在这里擦地？行了，都别擦了。而且，你这小猫钓到小鱼没啊？跟你说啊，这明宪呀，刚刚被人家吉星渊打败，怎么着也不能往这儿逃啊！我看那程云君啊，就是急糊涂了，才派你我二人来这里找人。不管找不找得到，上头有命，总得来一趟。只不过这辛苦费，还是得设法回去对消。这吉星渊的花月夜果真名不虚传。来，先在这消遣一下。这追击镜啊，是内卫交用，若明宪在这附近现身，他必然会有警示的效果。开启后，镜中会出现指示罗盘。怎么没有反应？难道明宪当真藏身此处？追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站下！让！这罗盘一直转，我们怎么见不到人啊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弄错了，是在楼上。让我过去。在哪儿啊？他，就是他，别跑！居然还能找到我！还想跑？转过身来！季伯仔怎么还不来？实在不行，只能自己动手了。他是我的人，你们穷追猛赶是要做什么？季仙君如今一朝得势，就什么都要干涉吗？这仙子行迹可疑，令我们手中的追击镜事情，还请让开。哎，瑶光山的，你们输了青云大会，沦为下境，如今还要拿这个破镜子来我吉星渊的地界上抓人，还不快滚！季仙君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这仙子确实古怪，见到我们就跑，我们总得……听不懂我的话吗？我说，滚！他一个花月夜的仙子，不可能是明宪，定是程云君这法器不行，咱们赶紧走吧，别招惹季伯仔。好，他们走了。你怎么到处乱跑啊？快，换身新衣服，跟我回乌龟海。
荀婆婆不讲情面，一再推拒韩风君的好意。可若真得罪了韩风君，有什么好处呀？荀婆婆受继兄救命恩惠，自愿留府，更应该为继兄考虑才是。仙君如此清楚老身来历，想必更加了解。我吴归海上下为主上马首是瞻。都请回吧。主上。这才多久啊？这么快就想找人来替代我啦？别生气。哼。严兄，还不快帮我解释一下？明义仙子，这2位仙士是韩风君精心挑选来的，绝对不会与你争锋。大人，你把我从花月夜接回来的时候，是不是答应我要彼此真心相待，让我在无归海平安顺遂待下去的？算是吧。那既然如此，那我怎么不算是无归海的女主人呢？姑且这么以为吧。姑且，算吗？算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2位仙子若是执意留在无归海，我宁愿自毁元神。万万不可。那你让他们走，顺便告诉所有人，我就是无归海的女主人，让他们死了心，别再塞人进来了，否则我死给你看。严兄，你看，这我该如何是好啊？我家已经因为你的好意变得鸡犬不宁了，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做一名官夫吧？对吧？真是好一个官夫啊！既然继兄都已经如此说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仙君请吧。你们继续，我走。大人看着我做什么？原来我不小心接回来的。是无归海的女主人啊。不客气。大人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回到花月也不过半个时辰，言笑就带人过来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大人不会怀疑是我把消息传出去的吧？瑶光山的破镜子还对你有了反应，你到底是谁？大人，放开我，疼！
大人，只是想验我身，看我是否用了换身术。行，你验。大人是铁了心要冤枉我是吗？我怎么知道那个破镜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今日瑶光山送来的贡品，大人都分给那些姐妹了，说不定追击镜就是感应到那些呢。啊，这么巧？那你验我身，验出来什么没有？哎，没有。又是搜身，又是拷问，大费周章，结果一无所获，我都替大人遗憾呢。不见得。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气息全乱了。大人才是全乱了。大人若是不信我，我走便是了。说说看，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为何要在乌龟海偷盗？因为太穷了。我家世代身处寒暑之水，只能以采药为生。我所认识的亲友，他们三餐都成问题，所以我……那你也不该。是，我羞愧难当，还请大人严惩。不能严惩。我愿见三餐，徐婆婆的家我全包了。如果大人有需要，我还有需要你直接说就是了。啊！我对严笑说了，你就是乌龟海的女主人。往后若是你有需要，直接开口便是。还有，这房间以后是你的了。这房间，谢谢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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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，季伯仔此人疑心极重，我们必须要有多手准备。另外，让您准备的东西呢？我若假装贪财，反而能打消他的疑虑。只要能解毒，可以让你先嚣张几日。主上，说过多少遍了，私下见我不需要行礼。哦，是。
动身往逐水灵州之前，先去一趟寒暑之水。为何？明义出身于寒暑之水，你仔细查一查他的底细。主上是要留下他？是要暂时留下他。他当着严校的面，架着我认下他的身份，一时半刻也不好再将他送走了。外面的人也在想方设法安插自己的人进来。若他真的没有问题，留下来当个幌子，挡走那些人也好。主上未免太谨慎了。其实，杀了他更容易。若他真是寒暑之水采药仙家的孩子，那他对于我的计划就还有用处。寒风君也找你了？没啊，我就是来玩的。请。谢了。哇，好好喝呀！属下无能，那季伯仔把花月夜的仙子又接了回去，用它做挡箭牌，拒不收人。既然软的不吃，那就来硬的呗。硬的不行啊，太硌牙了。寒风君的意思是栽赃陷害，可是没有把柄啊。这壶有把柄也不好拿呀。还是让本君亲自去感受一下这乌龟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寒风君说的是。现在外面看不见，也听不着我们了。你真可以啊！一番操作下来，成功稳住了季伯仔，还让他把你留了下来。极星渊现在的局面，就是神君缠绵病榻，寻常总是昏睡不醒。其膝下唯有一女，不可能继承君位。其胞弟寒风君穆其柏，极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神君。但是谁都没想到，这天机公主竟挖出了身在沉渊的季伯仔，让连连落败的极星渊跻身上境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而七云大会收尾之后，天机公主也愿意和季伯仔联姻。这寒风君不会乐见其成，于是他表面上是在拉拢季伯仔，实则是在警惕他和天机公主结成联盟。所以季伯仔需要挡箭牌，就像我需要抓板。所以这乌龟海也很难让季伯仔放心的藏黄粱梦。你查过他身上吗？我查什么？你想呀，最宝贵的东西，没准都随身带在身边呢。怎么可能这么明显？大人才是全乱了。难不成还真在身上？但你能搜他的身吗？搜身也许不行，但是能达到搜身效果的。哎，脏耳朵，脏耳朵！什么主人呢？你不知道我年纪还小呢。变回来吧。哎，一会儿奖励你小鱼干。你看你这什么破烂都往回捡。找
到了。你逃命路上怎么还带闲书啊？自从我知道他把花月夜当家住之后，我好费心才找到的。你主人我呢，学东西太快，这点东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都。造眼睛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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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月夜已经几乎算我半个家了。这个地方，我的确许下过诸多承诺，也留下了诸多回忆。承蒙各位仙子的厚爱，让我能够忘却俗世，见得极乐。聊赠薄礼，往后的日子，愿诸位仙子事事如意。我答应给你的东西，很快就能拿到了。之前说好的事，你不会后悔吧？星君放心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若水是定然要报答的，我不会后悔。恩情谈不上，有没有你，那人我都要杀的。他虽是我父亲，但他那样心狠的对待我和母亲，我绝不远游。我一定会按你的计划行事，也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当然，有罪之人不该善终。今时的我，已通读灵修宝朝非昨日的我了。我今夜一定摸透季伯仔的老底，把他身上的黄粱梦带回来。你等着看吧。帮我弄件衣服。什么衣服啊？脏耳朵了！赶紧的，快点。拿我天生的弱点对付，你不觉得自己过分？不过分。哪个小猫咪最听话呀？我最听话。哎呦，他这房间四面通风啊，冷冰冰的，一点都攒不住人气。哎呀，小小季伯仔还想难倒我呀？这太一般了，这。普通。哎，好，哎，回来了。这能行吗？这。主上，韩风君已在内等候多时。
静，于静，当初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死在季伯仔手里了。是那个时候，掉在了他的灵犀井里。他只是将于静当做战利品，放在这里日日观赏。博仔老弟啊，你这乌龟海甚少有外人来，本君今日前来，没有冒犯吧？没有的事儿，是我门庭寥落，让韩凤君见笑了。这就是博仔老弟你平时生活的地方。韩凤君，里面请。老弟啊，你这住处当真是敞亮透风啊！是啊，过去的沉渊，渊深逼仄，密不透风。过于幽闭的地方，大多藏污纳垢。我现在啊，就是喜欢这番一览无余。你当真是与众不同啊！不过，你这乌龟海只用那一个老妪，终究还是冷冷清清，不如还是本君给你安排2个人，